家好，我是威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在今年就是准备要毕业了啊，应该已经毕业了啦。对，然后今天特别从健身房那边休假，然后特别回来拿毕业证书，就在这边。那首先也恭喜我毕业啦！我有承诺一些人啊，还有一些认识我的人，会在今年7月或8月的时候会出一支关于我在大学这4年的这些档事。基本上呢，有好的有坏的，那也就是个人的见解方面啦。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那并不代表说所有的台湾大学或者是整个学生老师都是这样子。这纯属是我的个人上的感受。那今天特别休假回来学校这边呢，我觉得要看到这些景色，才能够去回想到我这4年的一些种种。这个地方的话，比较容易想到我这4年上的那些回忆。对，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高四毕业，然后进入大学就读。对，就是9月份开学就过来了。基本上那个时候是从校队出来，没有太多自己的想法。考上大学就是上大学，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讲一下为什么想要来上大学好了。当初想要上大学，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想要回去我的母校台中体中做训练。那个时候有跟我们的系办有去做一些协调。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却要我去东跑跑西跑跑，我也不知道我在跑什么。反正结果就是跑了一个心酸。后来呢，双方没有达到一个平衡跟协调，最后就变成说，我就是在台中大学这边做训练，那台中大学是跟资本国中去做一个合作，对，然后才能够让我在那边做训练。训练归训练，但是失去了一些依靠之后，因为其实我也不太信任我的新任的教练，所以算是有点自我为中心为导向啦，就是我想练什么就练什么。然后有比赛就报名，然后就去比，成绩也是不太理想了4年来的体育成绩，其实我觉得也普普。那毕竟是大学都比的是公开组，那大专跟高中的比赛的成绩是不一样的。其实成绩方面的话，我觉得还算普普，还 OK 就青年杯还总统杯不知道第几名，全大运比总共比了2场，大3跟大4。那其中1场得了第3名，然后也比过全运会。反正我的比赛成绩就蛮普通的，也没有特别的突出。我觉得大学里给我了非常多的时间然后还有一些蛮多的思考对，会给我蛮多方面的思考。那自己的时间会比较多，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国高中生，算是半个社会人，然后要去想说，自己未来要干嘛之类的。那其实我自己虽然说大一刚进来的时候很迷茫，说我出来之后要干什么，对，然后我大概花了半年时间，赶快确立自己的方向，对，之后4年之后的我大概是会在哪里，然后在做什么东西那跟我同一期进来的会不太一样。当然我大概是在大一下的时候就确立说，我要当教练，但是至于是什么教练我还不太确定。对，反正就是以教练去做一个发展。那确定好我这4年确立好目标之后，我就是会去修一些跟教练相关的一些课程。证照方面其实也没有说像其他人一样狂考。对，我就觉得说，大学这4年证照够用就好。对，C 级便当健身教练证按摩证基本上能够符合你现阶段学生，因为金钱不够嘛，你不能去考那些国际证，除非学校跟业界方面有去做合作，那可能会稍微便宜一点点。那基本上像我这种穷学生的话，你要去考一张国际证，要花蛮多时间的。反正总而言之我就是会去修相关的课程，去考相关的证照，小证照。至于课程方面的话，我觉得还算可以啦。对我们来讲说，对我来讲说还算简单。那另外就是说，你要去找一个很凯瑞你的队友组员很重要。如果你是找那个很废的组员来去跟你同一组那你这4年可能会很辛苦。还好我有几个蛮凯瑞的组员让我也这样子顺顺利利的拿到毕业证书，然后拿到那些学分。那这4年来，我会觉得说，很特别的事情嘛，好像也没有到很特别。对，那这4年的话，主要看你怎么过啦。以我来讲的话，大概就是还蛮普通的，对，就是还蛮边缘的。对，自己一个人，然后偶尔跟朋友比较好的朋友出去，自己一个人这样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玩法那我的玩法会比较偏向，一个人自己去旅行干嘛的这样子。
会比较孤单一点点。但我觉得没有好跟坏啦，主要是你觉得好不好玩，然后舒不舒服而已，看个人怎么去想。我是不太喜欢那种去喝酒啊干嘛的夜飙啊抽烟啊干嘛的，我是不太喜欢那一种啦。我不是说这些不好，这些都是看个人。对，然后我个人是我不太喜欢那一些这4年带给我的启发，我觉得也蛮多的那这4年我是不断的往我的目标去前进的那一步一步走，因为目标是当教练嘛，所以说可能看一些相关的书籍，买相关的书籍，去上一些相关的课。便宜的研习课，或者是修一些相关的课程，对学校的课程。那基本上这样整个想起来的话，我的整个过程算是蛮正经八百的，没有说像其他人有那种轰轰烈烈的4年生活啊，高低起伏非常的膨胀啊之类的。那基本上我还是围绕着以体育为主的生活啦。那再来就是大学这4年我变得就是还蛮喜欢骑摩托车。那总共出了2次车祸都还蛮大的。那我还是万幸活了下来。第一次是被撞，第2次是撞别人，2者都伤得蛮不轻的个人的简短的结尾，因为等一下还有几个小小的 Q&A 就是我稍微去收集的资讯。4年其实很快就过了主要就是看你想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4年。你想要很轻浮的，你想要很快乐的，你想要随便的那其实都是真的是看个人，因为没有人会管你。4年一到，其实基本上啦，我觉得因为以现在的大学来讲说，你只要拿到该有的学分该拿到的东西，该修的东西都修到了，基本上都会给学分。你学分都拿到了，那基本上就是等毕业那再来就是要看各个老师。即便是你这4年非常非常的依赖你的队友我觉得你自己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你要依赖也是可以没有说不行。就变成说你这4年就是靠着别人拿到那些东西我就觉得说有意义吗？以我来讲说是没有太大意义你今天都花了很多钱来这边读书，26000多块1个学期，那4年不知道多少钱呢？那私校可能更贵。对，所以我就觉得说，看你要秉持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4年。我的话，我是想要竭尽所能去吸取这些老师的知识的，掠夺他们的知识。虽然老师讲的有时候还蛮快的不清不楚，嘴巴含卤蛋，对，但我还是觉得说，尽可能去吸收他们的东西课后还会稍微去问一下，前面1-2年会比较辛苦一点那后面2年会稍微轻松一点。那这也要看个性以我们的学程来讲说是这么一回事，前面超辛苦，后面超轻松。第4年你前面3年修了差不多，第4年基本上就等毕业了。那我是比较偏向坐不住的那一种，所以我会想办法让自己有事做让学校修一些课在外面做一些工作说到工作其实我这4年来还蛮斜杠的。那大1上就算了，那我是大概大1下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工作，外面打工的那一种。对，那我总共做过还蛮多的我做过民宿管家，还有就是通往蓝屿绿岛的售票员，然后洗衣店员工，大业物流的那个理货人员然后包槟榔包世家的一个临时工，还打过1-2天的那个叫什么工地的那个临时工，对，然后还去过火锅店，那再来就是洗衣店嘛，然后还有现在我目前在做的工作健身房，大概趴了10几个。那当然并不是说一整年都是这10个工作，而是分批的。那到我差不多大2的时候，大概是围绕了3个工作啦，就是健身房跟火锅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民宿的，民宿跟那个售票员。然后差不多大2下的时候才慢慢变成2个。大2下升大3变成2个工作，就是火锅店跟我的健身房的工作。然后那时候健身房是实习教练所以说钱蛮少，所以说主要是以火锅店的工作去支撑我。那差不多到大4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有救生员证那大4的时候有去兼差那个救生员，所以说基本上大4之后，我火锅店辞职，健身房跟泳池那一边 PM 多工作，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啦。坏的话当然就是很累嘛，用你的肝来换钱。但我觉得那些金钱数还蛮可观的，看你愿不愿意而已。我是愿意很斜杠，因为我认为说这样子才能够学得更快，比起学校来讲因为学校只能教你一些课纲上或者是老师既有的东西，但是你今天半工半读去外面打工斜杠一点点，但是社会会教给你的东西会不太一样。这是我个人认为的啦，所以我也蛮鼓励大家多斜杠，然后时间管理好，当个管理大师，加油！做个小总结其实我觉得这4年好像没有什么
学生的感觉是有，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学生就是学生这两个对没有给我太大的感觉。那比较让我有在当学生的感觉，应该就只有国小、国中、高中那个阶段，我比较像学生一点点。大学的话，我觉得模棱两可啦。我是觉得大学生没有大学生的样子，没有那个当一个学生的感觉。剩下的时间就是一些小小的 Q&A 啊，就是我收集了4年后，那有5个就是有5个还6个重复性质蛮高的。那我主要就是挑这5个讲。如果这支影片的流量还不错，点赞数还不错，或者是下面留言还蛮多的，那我可能会考虑再开几个个人的4年的经历啦，对，就是经验谈这样子。那第一个问题是还蛮多人问的哈，大学到底要不要交女朋友或男朋友？我觉得看你自己啦，你想要也可以啦，但是你不要太花，对，不要太花哈，不要。就是那个点一个，这个点一个，就还蛮麻烦，自己也麻烦，对方也麻烦。看个人啊，我不能帮大家决定嘛，看你要不要去找而已啊。你要找就去找，就看能不能就直接稳定下来，当然是最好。2个人要有个共通点，然后要平衡，然后协调，沟通很重要，沟通非常的重要。有良好的沟通才会天长地久嘛，细水长流。好，那第2个就是说，大学要不要买机车，或是买汽车？这也是取决于你啊。买机车、买汽车，看你所在的大学吧。像我们台中大学比较偏远一点点，因为你从市区骑车到学校，大约10公里、15公里，然后车程大概15至30分钟左右，看你住哪里，市区的哪里。那以我们台中大学来讲说，骑摩托车当然是方便，但是骑摩托车的出事的几率还蛮高的，因为地广人稀嘛，就想要飙车。就是要注意安全而已，就是管好你的右手，稍微管控一下，才不会让车子失控。会车祸都是因为人为啦，自己没有注意，不然就是自己没有把你车子弄好。所以买不买是都可以。好，以我们台中大学来讲说，以方便性为主，当然是机车。那如果你要以安全性为主的话，当然你有汽车驾照去买个代步车也好。那第3个就是我是要住宿还是住外面就是租房子这样子。好，那依我个人啊，因为我家住台东虽然说不是住台东市区，因为我家住的蛮偏远的。好，那当然如果你想省钱的话，当然是住学校会比较好一点。像我是不想要住宿舍所以我就是因为自己高中的时候有赚一些奖金所以就是住外面租房子这样子。看你自己啊。我个人是比较想要有自己的一些小空间在。那我当然是直接住外面，我会也比较好，而且自己住外面也学习到蛮多东西的啦。就是例如说，生活开销、金钱上的控管，都会学到蛮多。那学校方面的话，可能就是跟同侪之间可能互动性质比较高一点点，也是看个人，这些都是看个人。然后，如果你是从外县市来的话，那当然先住学校吧，好好住学校，不要乱花钱。那你是住台东市区或者台东周遭的，回家住，不要住学校。对，不要住学校，或者是你是住台东县，但是你不住市区或者是学校周遭，那就住学校，不然就是租房子吧。那租房子找个便宜的雅房或便宜的套房去住，合租也可以啦。我是没合过租，我这4年来都是自己租个套房来住。那台东套房还蛮贵的所以你们要斟酌一下。那下一个就是我这4年里面要考什么样的证照？这4年来是我收集蛮多的经常会这样讲到，通常都是你未来可能要转职当教练，不知道是什么教练健身教练、专任教练各种形式的教练那我会觉得说，你真的想要朝教练这个职业去发展的话，要去考你教练的相关证照，或者是你该项目的专业的知识的研习或者一些课程，你可以去修看。那如果有看我其中一支影片的就是关于台中大学的那个报告，大家可以点上面的链接稍微去看一下。我会觉得说，如果是以健身教练来讲说，会推荐大家就是把机动学、人体解剖、运动生理、运动心理，还有工具书可以稍微去看一下这样。然后主要就是说，看你是要朝向什么样的教练，那你就去往那个方向去考，往那个方向去发展，这样是最快的。你要想说我什么都要，我什么都吃，举重教练跑去考一个排球教练证，我觉得这样子太夸张了。主要就是因为你要节省时间嘛，所以说就是对症下药，你去考你该项目的东西就好，去收集该项目的东西。然后当你该有拿到之后，然后你想要再去修或是再去学其他的再说。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说
要在大学这4年里面啊，要打几份工哈。那你要打几份工是你家的事情哦。那我是会斜杠一路斜到底的那一种，所以你至于说你要打几份工，这种都是看个人哦，没有人会去逼你。哦，你要打10份工、20份工，那当然也可以。像以我来讲的话，像我前面就有分享啦，我在打了10来份工，那金钱方面也是非常的可观啦。要看看你的个性是怎么样的，是说生活形态吗，还是怎么样的？以台东来讲的话，我看好喘啊，他妈的楼梯。那以台东来讲的话，那比较多的当然就是服务业嘛。如果是你在台东的话，你可以朝向这边走。对，因为目前来讲说，台东最缺的就是服务业的工读生。比较好的业者的话，也会提供一些福利啦。对，至于是什么福利，我不知道，可能提供晚餐啊什么的。像我早期在火锅店工作的话，那当然供晚餐啊，或供中餐。薪水方面就是你们自己去调了。或者是大家可以学我一样，就是如果你够屌的话，那打10份工，你觉得没问题，那就没问题。或是打10份工这样上来的。所以啊，打不打工，要打几份工是你的事情啊。前提是你时间要调配调得好，然后不能卡到工作跟工作，或是工作跟学校，因为你是学生嘛，主要还是以学业为主哦，所以就是你自己去斟酌一下。我是自己没有卡到，因为管理大师嘛，对，就是不会卡到这些事情。好，那如果你的家里的后台够硬的话，够你支撑大学4年的生活或生活费的话，那我也蛮建议你，就是说，你可以去 focus 于你的未来想要做的事情。例如说，我未来想要当健身教练那你就要去健身房好好实习，跟家人讲好、协调好，帮助你在大学这4年好好通过。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好好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蛮多人因为其实那些截图我都已经删掉了，我也没有特别留下来，所以可能可信度没那么高了。反正大概就是说，我在大学4年里面我该做些什么，靠北你要做什么是你家的事情啊。就像我前面讲的，对不对？轰轰烈烈、随随便便、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是你家的事情。那主要就是看你在哪怎么活啦，对啊，你4年想爽4年，真的都是看个人，看你怎么想要去活出这4年。这4年看你要怎么去活出来嘛，对不对？问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妙的。像我就是我想当教练嘛，对不对？我想当教练，那我当然就是往教练的方向去走。你可以，例如说有打游戏就知道了，你想要获得这一项技能，你必须要完成什么样的东西，完成什么样的事情。那你就可以可能说列一个表啊，或是像技能书那样子，有没有？把它列出来，然后一项一项把它完成，或是把它删除，这样子。我完成了哪一些事情？我又靠近了我又靠近了它多少哪里？这样子，反正就是列个清单吧，这样也比较清楚，然后知道自己要干嘛。好，那来做个最后的影片的总结那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4年啦。对，那主要就是说，看你4年要怎么去过，怎么去活。对，大学是一个很自由的，非常自由的一个地方只不过是从高中这个小型鸟笼里面换到一个比较大型的鸟笼。4年该怎么过，这取决于你自己，因为毕竟之后的人生也是自己要掌握嘛，对不对？你自己觉得没有亏欠于你这4年的时间，对，你觉得没有浪费，你觉得你活得很好，那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那以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这4年，我觉得我过得还蛮不错的，没有太多的高低起伏，没有过多的轰轰烈烈，就是普普通通、顺顺畅畅，然后就是去我想去的地方，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反正我不偷不抢，不吸毒，不干坏事，基本上就可以了。不要做一些自己感觉违背良心的事情个人主观是这样子并不代表全部的人都是这么一回事。那在影片的最后还讲了蛮多的所以大家可以跳着看，我到时候会做一些那个快速连结在下面可以去点着看，跳着看。那在影片的最后如果你想要再听我更多的大学上的分享，或者是健身房方面的分享的话经验方面的，那欢迎请在下面留言，或是写信告诉我。那在影片的最后请你帮我分享加订阅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那我们下一支分享论见啦。大家有空可以爬那个楼梯这个楼梯非常多阶有空可以去爬一下。对，那我大学4年我是没有爬太多次啦。对啊，风景不错虽然今天下雨。
可以看一下。唉，下雨呀、我想说今天风和日丽的，说我跟你讲，谢谢大家。结果我发现呐、妈的，台湾大学真的很没心，干护背这种事情还要学生用，太没心了。